美国买房贷款小资时，看一看你能贷多少钱呢？遇到过很多贷款的人，很多人都认为在美国买房子，房子必须是自住的房屋，其实不是这样的。即使现在是在租房子住，如果有资金和好的房源，也可以直接申请买房贷款，而且贷款买房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美国买房贷款申请的房分为3种，第一种是自住屋 （primary home），如字面意思就是买来自己住的房子。第二套房 （second home），这是指不常住的房子，但是偶尔会去住一下，例如在某旅游景点附近、海边的房子等等。投资房 （investment property） 是指通过购买房子收租金，或者是低买高卖得到的房子。在不少地方，由于地理、工作地点或者是环境因素，可能购房者会认为相对自住房而言更适合做。举个例子，同样是4房3卫的独立屋，在沿海可能要买超过100万，但是内陆可能30或40万就能买到了，同时可能就差几百块钱。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放20%就能有正的现金流，有的地方却放40%，都收不回房贷和地税等等。美国房产收入和自住屋审核没有区别，房收入的审核依然是看 DTI（Debt to Income Ratio），也就是房贷、地税、保险和 HOA，还有车贷、信用卡还款额小于等于45%税前月收入。买房的话，房可能的收入会被算入可使用的收入。其实算法是乘以75%，再减去房的月供。如果剩下的是正数，那么加到分母里；如果是负数，则加到分子里。所以有时候会发现，直接买房甚至能获批更高额度的贷款。这个怎么决定呢？贷款都要做房屋估值 （appraisal），银行会参考 appraisal report 给出的建议，会对比附近房子的大概，做出一个 comparable rate schedule， 给出自己的建议出租额度。买房需要20%，但是除了和 closing cost 之外，买房的贷款申请还需要有资金储备 reserves， 它的额度要求是6个月的 PITIA， 房贷、地税、保险、管理费，指的就是每个月的房贷、地税、保险以及管理费的每个月额度。要给银行看到还有6个月的 PITIA， 这么多的钱在你的支票账户或者储蓄账户 checking savings account， 这些钱不用花掉，但是要存在里面。除了支票账户或者储蓄账户这种现金账户，股票、退休金、美国养老金计划都可以，不过股票要打30%的折扣，退休金要打40%的折扣。另外，切记房的贷款申请不能用赠与基金，所有的资金储备都必须是要用自己的钱，包括夫妻之间也不行。比如男方一个人申请贷款，不能用女方的资金，也不能把只有女方一个人的名字的账户里的钱转到男方的账户里面使用，但是共同账户是可以拿来使用的。如果实在没办法，可以考虑2个人一起申请。所以，如果有买房的打算，但是资金又不够的话，提前2个月以上把钱打过来准备好，银行会看2个月的银行流水。假如你9月份申请贷款，2个人的 statement 的区间是8月1日到8月31日，以及7月1日到7月31日，那么钱就是要
6月份或者之前打过来。不过，如果你需要使用收入，那么要2个月的银行流水。如果你的工资收入够扛住贷款，不需要使用收入，那么1个月的银行流水也可以。贷款之前，很多人会问，到底能贷多少款呢？有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提交银行审核之前，可以自己先算一算能够贷多少，银行也是大致这么计算的。房贷加地税加保险加 HOA 加车贷加信用卡还款额小于等于45%税前月收入。举例来说，某人申请想买80万的房子，想看看能不能贷款60万。假设他能拿到的利率是4%，那么每个月付款额是2864.49美元。地税银行一般是以1.25%每一年来计算，那么每个月就是833.33美元。假设房屋保险1个月是$100 ，HOA 1个月是$300，车贷1个月是$300，几张信用卡还款额是$100，那么所有的费用总额是$4497.82每个月。又假设申请人的年收入是12万美元，那么1个月就是1万美元。所以这个百分比就是4497.82除以1万，等于44.97%，小于45%。所以这就是他大概需要的收入。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简单的算一算，自己可以贷多少款。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和优质的美国房源，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做您最值得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欢迎点赞订阅。